还有我们现在来到了越南的五行山，这里的话是卖电梯票啊，15千。如果说是不买电梯、不坐电梯，直接走的话，就从这儿上山，上面就可以直接买票的。在这里买票，旁边的话就瞬间检票，他们在一个窗口。其实看起来是有一点陡，但是我很开心、很兴奋，这种险还是蛮险峻的。它这个高不算高，但是非常的险。你可以看到，这个坡度真的是非常的大。到顶了，它就还没架没开始，它就已经到了，真的到了。哦，好大一个佛！一上来的话，这儿其实就是一个寺庙，然后旁边呢超大的一个如来佛。然后这儿有一个灵应门，这个寺庙叫灵应寺啊。在寺庙的这个院子旁边有一个超大莲雾树，这莲雾树上边的话就可以看到非常诱人、火红的莲雾了，塑料泡沫的味道。进庙看一下，在越南进庙全部要脱鞋。走吧。我们去找一个非常神奇的洞，又上楼梯，哇，好高啊！瞬间觉得我这重庆人啊，长期爬坡上坎还是有好处的，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。这里有一个佛塔，一点都不旧。我们要一直走到这儿。我们主要就是想看这个洞，这个光。好大一个洞，大哥说这是山门，那我们就入山门吧。哇，好凉快啊这里！哇，这个风吹得好爽啊，真的。这里有一个 cave 啊，虽然不是最大的，但是呢也是一个洞，看一下。这是越南字 ，Long Point Day， 星期六关门。OK， 现在出洞了，然后我们呢继续往下一个点，下一个点是一个泰国的佛塔，好像是不是佛塔？拍个什么塔？哇，这个好旧的一个门，这个感觉要拆迁了。泰国佛塔就在这旁边，不是说泰国寺吗？怎么就变成三台寺了？供的还是弥勒啊？我们一路找这个泰国寺 ，THAI 呢就是泰的简写，但是实际上找了一圈没找着。后来呢，反过来里边有一个三台寺，特矮台，然后所以我在想，这个啊应该是三台寺，越南语拼音的，很越南的，很神秘的感觉，悬空阁。这里有一个观音，观音下来的话，这儿就非常开阔了，有一个溶洞，然后下面也供了很多佛、很多神像。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第一个最上面的关公，而下面呢是关平，是他儿子。再看一下他这个旁边，这周昌成功学大师所有的秘籍都会提到这个人，是灵山寺，里边应该是王母娘娘。这里有一个地藏王菩萨，还是唐三藏，而它上边的话有一个超大的一个佛祖。这个小庙的位置非常好，它在这个整个的底部的中间，我们可以围着它转一圈。就这个景点，我们逛了2个多小时、3个小时，现在已经12点多了，我们还在山顶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下山吧，另外一条路下山，它应该收个扶手。
牛批！这个路口的话，其实也有卖票的。今天早上的话，我们就在酒店租的这个小摩托车，150千，马上到惠安了。然后我们在这儿吃个盒饭，10块钱一份儿，就一整个鸡翅，然后加了很多荤菜、蔬菜呀。哎，对。我那个话来做些，一个牛排，一大坨肉，一个牛排。还有汤吗？啊，谢谢。它这个小店的餐巾纸是这样的。擦呀，好了呀，擦嘴巴呀。哎呀，我有餐巾纸，我空着。红哥，请上车。上。果然摩托车出行啊，还是要稍微便捷得多。那遭淹了。我们到惠安的第一件事，因为现在太热了，我们先去找 Highland 咖啡坐一坐。公主请进门。我喝这个。这个好喝吗？这个肯定好喝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专门为你点的，热烈推荐大家真的要试一下这个 Freeze 的这个系列，奶油冰沙，很甜的感觉。我点了一杯黑咖啡，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比较喜欢咖啡的纯苦，这才是咖啡的本味啊！但它咖啡特别浓，特别浓。世界那么大 ，Sherry 带你游天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在越南的岘港惠安，这里离岘港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远，但是这里的城市一个小城非常的漂亮。话说今天啊，我们走到哪里水就涨到哪里，这是惠安非常出名的丘棚河，看路上和河已经分不清楚了。我们本来是要走那个桥的，现在的话怎么办？走起！刚人家那个说这被淹了，走不过去。然后大哥首先问着你免费吗？他说不免费，这个要收费的。然后大哥说滚，我们自己走，我们走得过去。现场改装备啊，先把拖鞋放下来，必备拖鞋。你看，那个不就是不用绕路了吗？鞋子放到那个书包边边。哦，你看嘛，放书包里面多方便啊。可以了哈，走吧，下水单。爽不爽？来，人家还骑自行车，你看嘛，我们要学习老外的这种精神，管球他妈的要先往前面冲。哇，这个好有意思，他们推起车儿。哎，大哥跟我说的，那条街是晚上的夜市，水上夜市啊，好有特色哟，水上夜市。Night Market， 这里真的晚上有夜市哦，但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没有戏了。我们要走那个桥上去，走吗？我们走桥。美丽的越南惠安，一定要穿拖鞋来，以防它这样涨水。上桥的这个地方，你一定要对准它的，不然的话，有可能你就掉在那个河里面去了。我们走到中间这样走，就是稍微看起来安全一点。哎呦，那个好深哦，已经到我的膝盖了耶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了。你们看一下那个旁边那个水离的游的有多急，你都晓得了。100米的距离，我们走了差不多整20分钟，终于来到了这一个惠安桥，鼎鼎有名的啊。我不知道平时是不是这个丘棚河也是这么黄汤汤的，反正今天看起来就是这么大一河河水，然后前面又要开始爬河了。哎，芒果不吃。哎，我现在是对美食我都没有兴趣，所以我今天还是非常幸运。哪个英文哪个说呀？说不出来。妈，你点起来做，我给你录起。哪个我给你录起？大哥点起就在这，好好笑啊！你看别个那个妹儿脚好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来到了惠安的第2个景点，最热闹的、最具有人气的，一定是惠安的这个桥，这个河涨水了，大家都在这里 take a photo 啊，就是看这些人过河。我们刚刚的话就成了里面的主角。我后面一排的话都是越南非常著名的克仙寺，而前面的这里呢就是广肇会馆，是始建于1786年的。朱红
色的大门国泰民安就知道来自于中国。而它一进门的左右两边呢，一个是关公啊，桃园三结义，另外一面呢是关公千里送嫂。进来有一个瓷片拼接的龙，然后这个也是中国的龙文化啊，主要是用来吸引人注意的，引人注目。这些建筑零件呀，全部是由广东这边做的，然后再运到惠安来组建完成。那广肇会馆的精华呢，更是在于啊，它的后院非常非常的精美。现在我们就走后院去看一下。广肇会馆里面呢，主要供奉的就是关公。这里。岘港陈家私人有限公司肥佬餐馆后面有一个更大的龙啊，然后再有一个五羊的那个雕塑，三顾茅庐，看刘备、张飞、关羽。为了凸显关羽的话，只有关羽骑马。惠安的雨就像女人的脸，说下就下，说变就变。越南最中国风的古城惠安，古城里老树下搭把椅子，来一杯越南咖啡。路上有来来往往的客仙子，还有各国美女穿着奥黛，那摇曳的身躯。顺着广肇会馆前350米，这里呢就是鼎鼎有名的中华会馆——虎邦天后宫中华会馆。集南方5大族群风格融合的妈祖庙，更是本地华语教学中心，团结一致，同心同德，共同守望着中华文化，公有公治共享。而另外一边呢，写的是民族民权民生。所以其实中华会馆的话，它更多的是在越南，在惠安这个地方，它对于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和宣扬。中华会馆呢，主要供奉的就是天后圣母。中华会馆还有一个精华啊，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建筑后边有一个照壁，上面写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嘱：于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在它边上的话，还有一个校务处。继续往前就是福建会馆。到喽。要说惠安最宏伟壮观的华人会馆，那福建会馆当仁不让。福建会馆呢，在惠安呀，也是当时的华侨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啊。在里面呢，它主要是供奉的是妈祖，中华元素非常的多。你看最上面写的是金山寺，还有一个龙呢，雕着一个龙珠啊，背面则题天后宫。说明本会馆佛道合一，它里面供奉的神像呢，不再是4大天王，而是顺风耳、千里眼。就在这个大殿妈祖庙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说的顺风耳和千里眼。在我这边，你看听，所以这是顺风耳，对面呢就是千里眼。喜欢旅行的朋友的话，见妈祖一定要拜，以后你办签证秒过。妈祖神像的旁边有一个木的古造帆船，话说在新加坡的华人商会馆里面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非常的精致。因为拜妈祖嘛，一帆风顺，乘风破浪。同样的，旁边放一艘船呢，也象征意义一样的。来。顺风得利，而上面是中国的吉祥物凤凰。在福建会馆的话，也有这样瓷片拼接的龙啊，然后下面呢放着鲤鱼，鲤鱼跃龙门。OK， 走吧，下一个景点男人庙。男人庙呢，其实就是关帝庙，因为这里的话很多广东人嘛，然后过来。所以呢，很多广东人他就信这个。红黄相间，是不是很有男人的感觉？哦，周仓和那个关平在两边，中间就是关帝。我特别想问，你们家的男人也是这种喜欢红红绿绿的吗？它里面其实供的佛有很多啊。
主要景点呢就看到这里了，但是惠安真正的精髓啊，其实在于感受一下这种小城的魅力。关帝庙的对面这里有一个市场，我们去转一转。哦，这里有一个井，这个井好像是现在还在用的吧？哦，还是一口大井，我跟你说很大。走吧。一进来这里就是一个吃的区域，法式建筑的那种感觉。前面这个房子很有感觉。现在我们穿过的是越南特色美食区。穿过美食区域，这个区域呢就是土特产区域。卖香料的也有，卖咖啡的也有，包包、手工艺品的也有，还有那个泰国的神药。惊艳，走吧，老外都这么走，是吧？为了证明我们也是老外，惠安还是好玩啊，还可以玩水。啊操！其实真的挺美的，我挺感谢今天的涨水，让我体验了不一样的惠安。他就跟着我，他是要。这是一个十字路口，一般路上是有车的，但看我这一想，旁边有什么？有船，路上开船。我现在就坐在一个门店的这个门檐上边。真的，惠安很漂亮，旁边就是黄墙，随便一拍都是大片。再加上前面今天涨水了，是不是感觉我现在坐在水箱上面？建议大家来惠安的话，一定要选对时候，根本不需要坐船游秋澎河了，直接走一走、探一探，不是更好吗？每次走到广肇会馆啊，这里啊人是最多的，这应该是所有旅行团的聚集地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的话又从这里趟水过河，回到我们的摩托车那里喽。你看现在的话就好多人了，大家都不怕了，因为大家都这样走。让船先走，让船先走。哦。糟球了，糟球了，我的屁股都湿了。你好好生生拿，老子都是把牛帽子这种直接夹到腰裤那里了都。再大的水都不影响他们做生意，那本来在桥上也不影响啊。游惠安古城，看一下它的夜市啊，也是惠安非常出名的。我们在这里呢，从黄昏等到了黑夜，就为了等这一抹的光。惠安古城的标志性的这个日本桥，但现在呢好像是在修，是没有办法的，但是可以窥看一下。他们维修这个日本桥的话，竟然是把它拆了重新修。走吧，我们还是逛逛古城吧。看到惠安晚上这个夜有那么多人，有没有在中国的云南、丽江、大理的感觉呢？惠安美吧？我们要是没有进来，就往上来看一下这个路。我们从惠安回岘港，然后走到一半下暴雨了。吃饭。今天我们去惠安，全身现在湿透了。我们冒雨回来的，全程下雨，超级大的雨。看一下，这个裤子已经湿了。再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全是湿的。衣服也湿了，裤子也湿了，全身都湿完了，真的是。
我好累啊，我真的想哭了。